卡伊娜失落地表示，她给大家添麻烦了。骑士们看到公主伤心了，纷纷对她投来了死亡凝视。她对这些家伙彻底无语了。就在这时，卡伊娜主动提出，希望她能护送自己回公主府。她虽然心里讨厌卡伊娜，但碍于面子只好答应。谁知回去的路上，卡伊娜竟然提出让她当驸马。杰诺直接愣在了原地。你敢相信吗？这个曾经被男人玩弄的公主，如果却登上帝国权力的中心，甚至还用自己的美貌将那些男人变成她的玩物。卡伊娜邀请杰诺送她回去，路上问起了雷杰普的情况。杰诺微笑着表示都挺好的。其实呢，雷杰普不仅没有情绪低落，他现在暴躁的跟哈士奇一样，每天能把宫殿拆毁2、3次。他再次向杰诺道歉，都是因为他的原因才会害得雷杰普受牵连。杰诺表面安慰他没事的，实则内心十分鄙视卡伊娜。不过他还是好奇地问了句：卡伊娜想让谁进来当侍女呢？卡伊娜直截了当地告诉他，人选就是杰诺的妹妹茱莉亚。杰诺瞬间惊得说不出话来。如果妹妹能进宫来，那说不定就能和雷杰普结婚，那可是未来的皇后。不过卡伊娜有这么好心吗？卡伊娜没给他太多时间惊讶，随即问道：杰诺是不是还单身呢？是因为眼光太高吗？杰诺尴尬地表示，他这一大把年纪了，早就过了谈情说爱的时候了。谁知卡伊娜却问他，愿意成为她的丈夫吗？杰诺听后瞬间瞪大了双眼。如果是以前那个傻白甜公主，他是一点都没兴趣的。可现在的卡伊娜变了，她足智多谋，十分聪明，能和杰诺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。如果他们结婚了，他就没必要在雷杰普面前卑躬屈膝。于是他果断单膝跪地，轻轻地亲吻了卡伊娜的手，表示他当然愿意。他自信地以为这场政治婚姻游戏最后的赢家一定会是他，可他做梦都想不到，他已经中了卡伊娜的美人计，不久后就会引火自焚。办完这件事后，卡伊娜还需要尽快凑齐自己的4大女仆，充实力量，被拉相当于侍女们的政治主任。安妮是外交部长，杰诺的妹妹茱莉亚负责管理服装，至于最关键的财政，卡伊娜选择了苏珊。虽说这女孩的性格暴躁，又是出了名的毒舌，就连卡伊娜都没自信能控制她。谁让她是奥利维亚的闺蜜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将奥利维亚变成她的心腹。不过卡伊娜目前最期盼的就是能让曾经的乳母科洛回来。如今雷杰普失去了权力，正是他将科洛调回来的好机会，也只有在他面前，卡伊娜才能完全放开枷锁，重新沐浴在母爱的光辉下。前世被无数男人玩弄的公主，重生后却将他们踩在脚下，成为帝国最有权势的女人。然而当她见到了那个男人，无数的噩梦再次出现在了脑海之中。卡伊娜给科洛阿姨写完信后，兴致勃勃地来图书馆散步，没想到却引来无数的少男挤破头了，想一睹公主美丽的容颜。卡伊娜不喜欢这么高调的生活，于是离开了图书馆，欣赏着花园美丽的景色。突然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，她清晰地感觉到那仿佛来自地狱般的呼唤。卡伊娜，真是好久不见了。卡伊娜被吓得全身颤抖，果然那个恶魔又出现了吗？当她看到对方的面孔后，被吓得连连后退。伯顿子爵上辈子被雷杰普利用完后，就将他狠心地扔给了伯顿。卡伊娜每天被他打得遍体鳞伤，卡伊娜无数次地向雷杰普求救，可始终没有回应，最后无情地将他杀害。此时的卡伊娜不断安慰自己，他现在不过是个杂碎，绝不敢囚禁卡伊娜。他装作若无其事的和对方打招呼，我们之前还一起跳过舞呢。伯顿立刻兴奋了起来，但卡伊娜不会给他机会，随即补充道，说自己只是出于礼貌才和他打招呼的。可伯顿这样的变态怎会轻易放过卡伊娜呢？他不断朝卡伊娜逼近，嘴里还说着曾经和卡伊娜跳舞时他的音容笑貌，直到此时他都挥之不去的。他甚至还抓住了卡伊娜的身体，不断的摇晃着。他自信的认为卡伊娜一定也喜欢他。卡伊娜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。就在这危急关头，基德雷突然抓住了伯顿的手臂，一把将其甩开。看到卡伊娜颤抖的身体，他暴怒地质问对方，是准备找死吗？伯顿赶忙配笑着说，自己只是想护送公主而已。说罢还紧紧地盯着卡伊娜。由于对伯顿有很大的心理阴影，卡伊娜不敢揭露他丑恶的嘴脸，只好撒谎说他刚刚晕倒，伯顿过来搀扶他而已。伯顿看奸计得逞，一脸邪笑的告辞了。他的嘴脸让卡伊娜又生出一身冷汗。待他走后，卡伊娜算是松了口气，他赶忙向基德雷道谢，每次遇到危险都要麻烦他。可就在这时，他才意识到不对，赶忙推开了基德雷。天哪，不知不觉俩人又抱在了一起。当他询问基德雷怎么来这里时，基德雷无奈地表示，他只是来这里碰碰运气，看能不能见到卡伊娜。谁让卡伊娜已经拒绝他10次了。谁能想到，面对被自己拒绝了10次的男人，公主再次投入了他的怀抱。与曾经虐杀自己的变态相比，眼前的基德雷可能才是他最忠诚的依靠。对于伯顿的突然出现，让卡伊娜明白自己永远无法彻底掌控命运。基德雷的多次恰巧出现已经证实了这一点，于是他大方地询问对方是不是有很多东西要问他。基德雷点头承认，可是当他看到卡伊娜颤抖的身体、面无血色的脸颊，他表示今天还是算了，现在的卡伊娜需要马上休息。随即他向卡伊娜行礼，希望下次卡伊娜能请他喝茶。卡伊娜本来还有点犹豫，可是基德雷却无比委屈地说，你已经拒绝我那么多次了，这次不会再拒绝了吧？卡伊娜被瞬间扎心，见卡伊娜没有拒绝，基德雷接着提醒她，上次的奶茶让她毕生难忘，可是怎么都学不会，希望下次还能喝到。看到基德雷害羞的模样，卡伊娜被瞬间逗乐，微笑着表示下次一定做出最好的奶茶。回到家后的基德雷一直在注视着自己的双手，
他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每次与卡伊娜亲密接触，他都没有产生任何排异反应？难道说自己已经痊愈了？为了印证自己的猜想，于是他叫来了护卫，握住自己的手。在只有2个人的房间里，护卫也是尴尬地接受了这样的命令。可是他刚碰到基德雷的双手，基德雷就像炸毛的喵星人，直接将双手撤走，还急忙赶走了护卫。基德雷明白自己没有痊愈，联想到卡伊娜被雷杰普搀扶时，也并没有表现讨厌的情绪，而他抱着卡伊娜时，同样没觉得他讨厌自己，这样就可以得出结论了。卡伊娜知道基德雷讨厌与人亲密接触，她将基德雷推开，只是为了考虑基德雷的感受。一旁的护卫看到基德雷的反应，还以为他和卡伊娜擦出了爱情的火花，谁知基德雷突然向手下打听关于伯顿的情况。手下告诉他，伯顿是子爵家的长子，2月前与卡伊娜跳过舞，竟然解除了与别人的婚约，他已经对卡伊娜爱得无法自拔。可是这个人十分花心，身边总是有5、6个女人。基德雷更好奇了，即便这家伙很放荡，也不至于让卡伊娜如此畏惧吧。基德雷让手下去调查更多的信息。自从看到卡伊娜惊恐受怕的眼神后，他就觉得自己一定要好好保护她。可是另一边，卡伊娜却在盘算着如何能够将伯顿干掉。当一只冷血的猛兽脱困而出，究竟会有多可怕？恢复自由后的雷杰普突然冲到卡伊娜的面前，狠狠地掐住了她的脖子。自从雷杰普被皇帝禁足后，他就开始回想整件事的经过。原本在他被禁足后，卡伊娜得到了掌管宫女的权利，卡伊娜应该会因为过于沉重，将权力转交给他才对。可卡伊娜却一直紧握权力不放，这不符合卡伊娜的个性。即便如此，他也可以接受，因为对于雷杰普而言，卡伊娜就像幽暗皇宫的一缕阳光，只要卡伊娜待在他身边，他就能够感到安心。可是卡伊娜先是勾搭他的军师，又和基德雷过分亲密，这一切的反常行为让雷杰普渐渐明白，从他被皇帝进入到权力一点点流逝，都是卡伊娜在获得他的信任后所秘密操控的。他质问卡伊娜是不是想要摆脱自己，卡伊娜当然不会承认。于是雷杰普根本不信，卡伊娜要的只是简单的婚姻，突然疯狂地握住卡伊娜的脖子。他不喜欢有人威胁自己的权利，对于威胁他的人，雷杰普会将对方一一除掉，哪怕是卡伊娜也一样。谁知卡伊娜却突然笑了，竟然直接让雷杰普杀了他。雷杰普直接愣住了。卡伊娜接着说道，你可以随时夺走我的生命。雷杰普大声地松开手，质问卡伊娜是不是疯了。卡伊娜见他冷静下来了，接着说道，我并没有背叛你，你是皇子，不能掌管宫女的事务，这只是皇帝不想给你实权而故意使用的障眼法。雷杰普瞬间被他的话所吸引，忍不住问道，现在对我来说就是个机会对吗？卡伊娜肯定地表示，绝对是最好的机会。紧接着他轻轻抚摸雷杰普的脸颊，提醒他不要忘记卡伊娜说过会帮他登上皇位。雷杰普想拥有新的权利，卡伊娜一定会帮他。雷杰普不敢置信地问，他到底会如何帮助自己呢？卡伊娜淡定地表示，雷杰普首先要取得皇帝的原谅，如果皇帝高兴了，就问皇帝说出凯特琳的名字，这是皇帝最爱的情妇，如今正被海里因西所控制，海里因西以此获得了很大的权利。而雷杰普需要让凯特琳成为卡伊娜外公汉梅尔的养女，同时还要保护她不被海里因西等势力的伤害。可是雷杰普直接懵了，让皇帝的情妇成为死去皇后的家人，卡伊娜确定不是开玩笑吗？